被人赶出来的。是谁把你们赶出来的？楚风面露怒容，追问起来。算了，过去这么久了，不提也罢。罗爷爷淡然一笑，不愿再去追究。是一个自称杨老爷的王八蛋。可罗莲却是不依不饶，继续说道：他是那白石城的一霸，与锦华城的赵家钱庄差不多。当初我和爷爷搬过去没多久，他便想纳我为小妾，我不同意，他便勾结城中有权有势之人，整体排挤我们，日子实在没法过了，我们才变卖房产，离开了白石城，搬到了临城去居住。可是不曾想，那杨老爷竟还是不依不饶，甚至派人来强行抓我。幸亏我当时刚好突破，已经是天武境，这才逃过一劫。后来我和爷爷为了避免再起风波，便搬回了这里。毕竟当时想着尹血教已经不在了，锦华城又遭到了屠杀，这里应该相对安宁。可回来后才发现，锦华城虽然被屠杀了，可是赵家钱庄的人却都还在，他们都是假死的，并且正因为其他势力被屠杀了，赵家钱庄如今一家独大，不仅称霸了整个锦华城，还招兵买马，势力比以前还大。赵少秋知道我们回来了，便来找我，我不理会他，他便多次纠缠，并且还暗中派人盯着我们，不允许我们离开。我们真是倒了血霉，走到哪里都被人欺负。我话到此处，罗莲开始哽咽，随后便梨花带雨，痛心的哭了起来。这一刻，罗爷爷也不再多说什么，他也的确是感觉自己无能，才让自己的孙女受了这么多委屈。罗莲，你带我去白石城，我倒是想要看看那杨老爷究竟有何本事，竟敢此般咄咄逼人。楚风说道。好，我带你去。罗莲猛地点头，好像就在等楚风这句话。楚风，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吧。罗爷爷开口劝道。可罗爷爷话音落下之际，他才发现楚风与罗莲已经消失不见。这一刻，罗爷爷愣在了这里。他发现不过1年多的时间，楚风的修为已经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比起当初还要恐怖得多。1年多的时间，楚风的进步竟然如此之大，这真的是超乎他的想象。因为楚风的进步速度比他预想的还要快得多。你就不要多想了，楚风是你们为亲人，不可能不管此事。这已经不是你们罗家的事，而是楚风的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若是不给对方一些颜色瞧瞧，那也不符合楚风的性格。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凭空出现，这位乃是红强。见到红强，罗爷爷更是脸色大变，吓得说不出话来。尽管他已不是武王，可他毕竟是一位曾游走过5之圣土的人物，见过不少强者，所以见到红强之后，他根本不用感应，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存在。而再看看那先前为他疗伤的淡台雪，使用的竟是黄级结界之力，显然是黄袍界灵师，也是一个不简单的存在，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此刻本就心惊的罗爷爷，心中简直就是翻江倒海。这么短的时间内，楚风不仅修为大增，还结识了这样厉害的人物。楚风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这样的情绪持续了好一会，罗爷爷那震惊的心情才渐渐平复，取而代之的是喜悦，从未有过的喜悦。他真的感觉有点像做梦，他觉得他是走了大运，无意之间竟结识了楚风这样的贵人。楚风虽是自南方海域而来，可却绝对是人中之龙。然而就在他的心情刚刚平复不久，远处流光一闪，2道身影便落入院中。楚风与罗莲竟然回来了，怎么改变主意了？这样也好，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况那杨老爷并没有真的对我们怎么样，没必要非难为他。罗爷爷以为楚风是半路改变了主意，所以才回来的这么快。可就在这时，楚风忽然取出一个袋子，那袋子向地下一甩，竟甩出另一个大活人。这是一个中年大汉，有着天武2重的修为，可是此刻却浑身是血，被打得不轻。别打了，别打了，大人别再打了！并且这位出现后，便不停地哭喊哀求，浑身上下都在瑟瑟发抖，吓得不轻。而仔细一看，罗爷爷顿时大惊，这位不就是当初对他们百般刁难的杨老爷吗？还不向罗爷认错。楚风一脚就将那杨老爷踹到了罗爷爷的身前，抬头观看，发现真的是罗爷爷。那杨老爷的眼角顿时就划出2行悔恨的眼泪，赶忙对着罗爷爷磕头作揖：罗爷爷，您是我亲爷爷啊，我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您的真实身份，当初是我不对，您给我一个机会吧，我上有老下有小，还不想死啊！杨老爷这番话是发自肺腑的，早知道罗爷爷认识楚风这样的人物，借他100个胆子，他当初也不敢欺负罗爷爷他们啊。他现在真是后怕极了，因为他知道以楚风的实力，要杀他比碾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而看着这样求饶的杨老爷，罗爷爷不知如何是好，无奈之下看向了楚风，像你这种人，活着多余，死了又太便宜，还是让你生不如死吧。楚风说话间，一把抓起了那杨老爷，直接丢到了那结界阵法之中。这是什么鬼东西？滚开！不要撕我衣服！不要这样做！不要！救命！一时之间，在那阵法之中又多出一道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惨叫，而这个惨叫是属于杨老爷的。这一刻，淡台雪与红墙面无表情，小茹年龄小，懂得不多，只是看到欺负他们的人被收拾了，他感到很开心，美帝咯咯直乐。而罗爷爷的脸色则是复杂无比，可谓又惊又喜。他本来以为楚风半路返回，现在才知道楚风已经去过了白石城，否则不可能带回杨老爷。而白石城距离锦华城的距离虽然谈不上非常遥远，但也是有着一定的距离，否则他也不能回到这里安居。可是楚风却在这么短的功夫就能够往返，也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如果说先前他对楚风的修为还只是猜测，他们现在他终于知道了，他已经知道楚风现在的修为比他当年巅峰之时还强大数倍不止。但是要说最为吃惊的，却要数罗莲。他为楚风带路，亲眼看到楚风是以怎样的手段、怎样的速度赶路，并且
当楚风的神威笼罩整个白石城，那整个城池的人如同膜拜神灵一般膜拜楚风之时，他就站在楚风的身边。那个时候，他有一种错觉，仿佛站在楚风身边的他也成了神一样的人物。那一刻，他多么想一直就那样站在楚风身边，享受那种万人敬仰的目光，享受那种无可匹敌的感觉，让所有人臣服于脚下。但是他却知道不可能了。当初楚风初来乍到，他对楚风的态度很是不好，不仅看不起楚风，还挖苦楚风，羞辱楚风。现在每当想到当年之事，他都恨死了自己，恨自己是那样的有眼无珠。明明是一个绝世奇才站在他的面前，可是他却认不出来，反而把赵少秋当个宝贝一样捧在手里，甚至还拿楚风与赵少秋做对比，并且还把楚风比得一文不值。现在想想，他简直是愚蠢到家，简直如瞎子一般，甚至比瞎子还瞎。虽然如今的楚风还在帮助他们，但是他也知道楚风完全是冲着罗爷爷的面子，与他没有关系。因为这一路上楚风对他很是冷漠，就像陌生人差不多，除了让他指认哪个是杨老爷外，就一句话都没有与他说过。而再看看楚风对罗爷爷以及小茹的态度，再想想他的态度，他就更难受了。如果当时他不那样对楚风，如果当时他讨好楚风，也许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他就会得到罗爷爷与小茹一样的待遇，甚至他能博得楚风欢心，成为楚风的女人。不过可惜没如果。不，也许我还有机会，毕竟楚风还是回来了，只要我改变对他的态度，努力追求，也许我有机会成为他的女人。毕竟楚风与爷爷的关系这么好，这就是我的优势。想到这里，罗莲又在心中点燃了一抹希望，随后便扬起笑脸看向了楚风。可是这一看，他瞬间石化了，不仅刚刚点燃的希望瞬间熄灭，仿佛在这一瞬间，他的整个人都掉进了万丈冰窟一般，由内至外都冷得让他难以忍受。因为他发现此刻楚风的身边多出了一个女子，那个女子正是为他疗伤的淡台雪。淡台雪是那样的美，美的宛如仙子一般，不染凡尘。这样美的女子简直就不应该出现在凡尘，并且淡台雪是那样的强，她的气息比自己强的太多，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无法相提并论。最重要的是，淡台雪站在楚风的身旁，是那样的般配，仿佛只有这样的女子才能配上如此优秀的楚风。这一刻，他知道他没有希望了，因为他根本无法与淡台雪比，所以他根本就配不上楚风。失落，难以形容的失落感充斥了他那贪慕虚荣的内心。罗爷爷，不要再留在这里了，我可不想您老再过被人欺凌的日子，我带你们走吧。就在这时，楚风对罗爷爷说道。去哪里？罗爷爷也意识到了在这里的不安定性，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没有足够的力量，没有强大的靠山，只能任人欺凌。他倒是无所谓，毕竟老骨头一把了，但是他不想他的2个孙女也和他一样受人欺凌。青木南陵，楚风说道。青木南陵，去那里真的好吗？罗爷爷还是有些迟疑。青木南陵对于他们来说，那可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势力。最近还听闻青木南陵的掌教已是半地强者，青木南陵已不比当初越发的繁荣，更加的厉害。在那里修炼的基本都是名门贵族的子弟，甚至还有超级大家族的子弟，而他们这样的身份去了那里，岂不是更加危险？你们放心，在别的地方不敢说，但是在青木南陵绝对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们爷孙3人。你们若是在青木南陵受到了欺凌，别说那些欺凌你们的人，就连青木南陵的掌教也要吃不了兜着走。楚风现在可是青木山的第1弟子，青木山掌教独孤星风眼前的大红人，所以莫说是青木南陵，就算是你们去青木山，也绝对没人敢欺负你们爷孙3人。红强看出了罗爷爷的担忧，所以开口说道。楚风，真的吗？你现在竟然已是青木山的第1弟子了？听得此话，罗莲的小脸顿时就变了，因为这个消息实在是太惊人了。青木山是什么地方？这可是整个青木领域的霸主，那是真正的霸主啊！而青木山的第1弟子，那可以说是整个青木领域最强大的小辈，无数大人物在他的面前都要臣服。罗爷爷，去青木南陵只是暂时的。楚风没有理会罗莲，而是对罗爷爷说道。小茹年龄还小，先让他现在青木南陵修炼，带得他大一点，再去青木山。到时候你若放心不下，也可以陪同小茹一起去。楚风虽然没有回答罗莲的问题，但这番话却也侧面的告诉了他们，红强所言皆是属实。好，都听你安排。罗爷爷高兴的合不拢嘴，他已经确定他真的是走大运了，不仅他走了大运，他的孙女们也要跟着走大运，结识了青木山的第1弟子，并且对他们还如此照顾，这可是8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楚风，他们怎么办？要不要干脆杀了？但台雪目光投向了那座封闭的阵法，而那里面是正在遭受折磨的赵少秋以及杨老爷等人。不用杀，让他们一直这样下去比较好，不然怎么能叫做生不如死？楚风笑了笑，一直这样下去，但台雪不太明白，我这座阵法所出的星星具有灵性，他们可以通过阵法的力量供养着赵少秋他们，哪怕赵少秋他们不吃不喝，也可以一直活下去，直到他们精劲儿亡。楚风说道。听得此话，但台雪小脸一变，不再多问。他虽然早就猜到楚风要做什么，但没有想到楚风的这座阵法竟然如此的流氓到了他有些无法接受的地步。走吧。楚风说话之间便带着罗爷爷等人离开，不过离开之前，楚风却解除了那座封闭的阵法，他就是要让赵少秋等人与几十只大猩猩轮番黑修的画面暴露在众人的视野之内，他要让赵少秋丢尽脸面，要让赵家钱庄丢尽脸面，并且楚风也不怕赵家钱庄找人来解救赵少秋，因为他这座阵法所出的大猩猩可是有着武王的战力，以赵家钱庄的财力，连5军强者都请不来，凭什么在武王级大猩猩的面前解救他家的少爷？所以赵家钱庄
注定要丢人丢到家，而这就是他们招惹楚风的代价。锦华城距离青木南陵的距离，对于楚风他们来说谈不上多远，所以当日他们便来到了青木南陵。楚风来到青木南陵，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也许别人不知道楚风的厉害，但是青木南陵可最为清楚，楚风早就成为了青木南陵的标志，成为了青木南陵的英雄。如今的青木南陵早已今非昔比，繁荣了数倍不止。而这不是南陵掌教治理有方，全部都是楚风的功劳。所以当楚风回到青木南陵后，莫说弟子们对楚风毕恭毕敬，就连长老们也如同看到了老祖宗一般，点头哈腰，那叫一个热情。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楚风身边还有红墙这位修为深不可测，以及淡台雪这位2品半地的年轻女子后，就更是敬畏无比，就连说话都是再三考虑，生怕说错一句话而得罪了楚风。见到这样一幕，罗爷爷以及罗莲彻底相信了楚风现在的实力与地位。青木山第一弟子果然名不虚传，因为当得知楚风要将罗爷爷他们安置到青木南陵后，青木南陵的当家长老们一个个的竟然再三保证，肯定会把罗爷爷他们照顾得妥当，就犹如这是一个荣幸至极的事情。请问长老，司空掌教可在南陵之中？忽然楚风问道。青木南陵掌教司空摘星对楚风也算是有知遇之恩，当初如果不是他老人家在关键之际出手，楚风可能早就死在了青木南陵那位韩家长老韩晴雨的手中。楚风是一个懂得感恩之人，更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虽然他也知道青木南陵因为他在青木山内的顺风顺水而得到了发展，获得了不小的好处，可是楚风如今将要离开，不知何时才能归来，甚至会不会归来了都不知道。所以他想在离开之前，最好能够再见司空掌教一面，想当着他老人家的面前好好感谢一番。毕竟如果没有司空摘星当初的解围，楚风也许根本不会有今天，也许早就死于非命了。掌教大人正在接待身心观的掌教以及身心观的众位长老。那位当家长老说道。身心观的掌教，他来我青木南陵做什么？楚风有些诧异。身心观是什么地方？楚风是非常清楚的。青木山有很多附属势力，根据附属势力的强弱分了不同的等级，而一等附属势力之中只有5个势力，其中身心观便是其中之一。这身心观因为位于青木领域最南端，所以可以算得上是这片区域的一个霸主，一手遮天的存在。楚风当年刚刚加入青木南陵时，青木南陵可是被身心观打压得很惨，并且那个时候的青木南陵是身心观看不起的垃圾。真是想不到如今这身心观还会主动来到青木南陵之中。楚风，其实你来的正好，这一次身心观可谓是来者不善啊，你来了也许能替我们解围。那位长老说道。来者不善，怎么回事？楚风眉头微皱，追问起来。前段时日，身心观掌教拿着一幅地图来找我们的掌教大人，说他发现了一座宝藏，并且知道那座宝藏的具体位置，而那座宝藏就在我南陵的势力范围内。出于礼貌，他想邀请我南陵与他一同开启这座宝藏，要分我青木南陵一杯羹，而在宝藏内只要能够有所收获便无5分。其实换作以往，身心观根本不会来邀请我们参加，以他们霸道的性格，一定会直接闯入我们的地盘去开启遗迹，怎么会管我青木南陵的死活？这一次他们这么做，其实完全是冲着你的关系。他们已经知道你在青木山内击败了白云霄等天才弟子，并且深得白猿半地大人的喜爱的事情，所以他是想借此机会与我青木南陵拉好关系。而说来也巧，开启那座宝藏所得到的收获可谓是相当的不错，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想。看到那么多的宝物，其实身心观掌教就有些后悔了，后悔当初夸下海口要拿所有所得与我青木南陵无5分。可是考虑到你的关系，并且掌教大人也的确是帮上了不小的忙，身心观就算有所不甘，但最终还是没有食言，分给了我们5成的宝物。其实这件事情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可是不知为何，身心观又忽然变卦了，说觉得上次分配不均，要我们青木南陵吐出当日分给我南陵的5成宝藏给他们。对于此等无理要求，掌教大人自然是一口拒绝，但不成想今日身心观掌教竟然率领众位当家长老，气势汹汹地闯入了我青木南陵，想要强行取走那5成宝物。那位长老说道。真是岂有此理，谁给他们的胆子竟敢这么做？楚风面露怒容，他知道身心观不会平白无故的这么做，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清楚啊。他们来势汹汹，还说半地境以下者没资格插手他们的谈话，所以我们都被赶了出来。如今只有掌教大人一人与他们交谈。提及此事，那位长老满面的担心，他们在哪里谈？我去看看。楚风说道。就在主殿之中，我这就给你带路。那位长老说话间便为楚风引路。而此刻在青木南陵的主殿外聚集着不少青木南陵的人，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都是最优秀的存在。他们是青木南陵现如今最强的战力。他们知道今日身心观来者不善，搞不好就是一场恶战。尽管明知道不是对手，但他们也绝对不会妥协。而在主殿之内，南陵掌教司空摘星就坐在这里，他此刻的脸色不太好看，因为除了他之外，这大殿内还有13人。这13人与他一样，都是半地境，并且其中5位是2品半地，1位是3品半地。最重要的是，这13人都不是青木南陵的人，而是身心观的人。身心观掌教率领12位半地境的长老来到此处，可以说给司空摘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毕竟司空摘星如今也只是1品半地而已，要他与这13位半地抗衡，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司空摘星，这么说来，你是不打算把那5成宝藏交还给我们了？身心观掌教此刻目光冷冽，语气很是霸道。
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在索要。当初是你讲好获得的宝物，咱们5-5的，如今却忽然变卦，这不合规矩。司空摘星说道。可忽然间，申星官掌教一掌猛然拍下，便把大殿内的桌子拍成了粉碎。那碎石飞掠间，他那3品半地的威势更是肆虐于这整个大殿。在这股威势之下，司空摘星也是连连后退，不仅从座位上跌落了下来，更是险些摔倒在地。窝囊，非常的窝囊，可是却也没有办法，谁让他的修为不如人家，就算受辱也只能忍着。司空摘星，我想你搞错了，我不是在和你商量，而是在跟你要，你最好乖乖的把我要的给我，否则我就让你倾慕南陵，知道与我申星官作对的代价。申星官掌教恶狠狠地说道。现在的他已经不是索要了，而是在威胁。这么说来，你是想抢了，你就不怕这件事传到青木山，掌教大人惩罚于你吗？司空摘星问道。传到青木山？哈哈哈！司空摘星，你以为我怕你吗？先不说附属势力之间的争斗，青木山向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你一个区青木南陵，你觉得青木山知道了此事会偏向你，还是会偏向我？竟然还敢拿掌教大人来压我，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啊？你有这个资格吗？你配吗？申星官掌教冷声问道。而司空摘星也是无话可说，因为论实力和价值，现在的青木南陵的确还远不如申星官，他司空摘星的分量也远没有申星官掌教的分量重，他司空摘星的确不配对申星官掌教说这些话。司空摘星，我知道你哪来的底气，不就是因为那个楚风吗？是，我知道，那楚风现在很嚣张，不仅踏入了青木榜，更是击败了白云霄等弟子，甚至得到了白猿半帝大人的青睐，风头极盛。但我不妨告诉你，那已经是过去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楚风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他活不了多久了，你青木南陵的崛起之路也要到此为止了。申星官掌教恶狠狠地说道。你说什么？你说楚风活不了了？他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听得此话，司空摘星顿时大惊，苍白的脸色吓得不轻。你想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我已经收到消息，楚风多日前已经回到了青木山，并且成为了界师联盟的挂名弟子，准备参加9世狩猎。可是楚风却不知道，当初他击败白云霄等人，声名鹊起的同时，却也得罪了他得罪不起的人。当初幸亏他走得快，否则他早就遭殃了。如今他既然回来了，那就是大祸临头之日，在9世狩猎上，他就会被灭掉。而算时日，9世狩猎应该已经结束，所以我想楚风不是快死了，而是已经死了。申星官掌教说话之间一脸的幸灾乐祸。9世狩猎结束还没过不久，楚风夺得第一的消息还没有传散开来，而申星官掌教这个区域距离青木山有些距离，所以还没有听到正确的消息。而申星官掌教在此之前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楚风必死的小道消息，并且信以为真，所以才敢来刁难青木南陵。不可能，这不可能！听得此话，司空摘星的脸色变得很是难看。他担心的不是青木南陵没了靠山，而是怕楚风真的出现3长2短。你不信？没关系，我已经命人去打探这次9世狩猎的结果了，并且特意打探了楚风的死活，相信很快便会把消息传达到这里。到时候一切摆在你的面前，我看你信是不信。楚风，我让你猖狂，杀我弟子元清，还损我申星官名声，让我申星官的地位一落千丈，大不如从前。但我告诉你，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现在你没法狂了吧？被人会弄死了吧？我告诉你，活该！申星官掌教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之中满是阴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楚风有着多么深重的恨意。可就在这时，一声巨响忽然传来，那紧闭的殿门竟被人一脚踢开。什么人？忽然间传来的声响，也是让申星官的众位长老神经一紧，境界的看向了殿门的方向。不用打探了，我楚风还没死。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自殿门内走了进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楚风看到楚风，在场之人皆是大吃一惊，他们都见过楚风，所以认得，而也正是因为认得，才会大吃一惊。按照他们得到的消息，楚风不是应该已经死了吗？他怎么可能没死，并且还跑到了这里？真是很抱歉，让你失望了。我楚风没有死。楚风冷笑着走了进来。你这一刻，申星官的其他长老紧张的已经说不出话来，就连申星官掌教也是变得异常紧张。他们为什么有胆量来青木南陵闹事？就是因为他们坚信楚风已经死了。但是现在楚风不但没死，反而来到了这里，这简直就像是看到了活死人，自然是被吓得不轻。你们挺有胆量啊，说话不算话也就罢了，竟然还敢来我青木南陵抢这件事，我若告知独孤掌教，你们猜他会怎么做？楚风冷声问道。楚风，我们刚刚不过是与司空掌教开玩笑的，你千万不要当真啊！申星官掌教怕了，赶忙笑脸认怂，原来是开玩笑的。好，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听见，不过前提是你要把从遗迹所得的那5成宝藏全部交给我青木南陵，并且从今年开始，每年都要上缴同等价值的贡品，孝敬给我青木南陵，否则我就要你好看。楚风说道。什么？让我每年上缴那宝藏内5成宝物的贡品？你可真是白日做梦，异想天开。听得此话，哪怕申星官掌教也是一口拒绝，因为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不可能按照楚风所说的去做。楚风，你还真以为得到了白猿半帝大人的器重，你就可以肆意妄为了？我告诉你，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弟子而已，你没有资格逼迫我做任何事，更不配逼迫我做任何事。并且我告诉你，你嚣张不了多久了，有人会对付你。申星官掌教不仅拒绝，更是反驳起楚风，因为他忽然想起他收到的那个消息，准确性可是非常高的，因为那要对付楚风的人不是别人，可是青木山的刑罚部当家人拓跋沙狂，所以他坚信就算楚风在9世狩猎逃过一劫，
但也是离死不远了。搞不好楚风回到青木南陵就是跑路回来的，所以他没理由惧怕楚风。掌教大人不好了！可就在这时，忽然有一位半地级的长老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这位不是青木南陵的长老，而是身心关的长老。楚风，你怎么也在？见到楚风也在，那位长老更是吓得摔倒在地，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就如同看到了鬼一般。好歹也是我参心观的当家长老，你慌什么？身心观长教愤怒地斥责道：“掌教大人，不是我慌，您看。”那位用颤抖的手将一封信函递给了身心观长教，身心观长教顺势接过，拆信阅读开来。可是这一看不要紧，看过之后，他的脸色也是如同那位长老一般，顿时大变，甚至比那位长老还要苍白，还要难看，吓得连续倒退数步，随后竟扑通一声瘫坐在了地上。那封信函是来自青木山的最新消息，上面不仅记载了九世狩猎楚风夺得第一的事情，还记载了楚风在九世狩猎前斩杀秦凌云，九世狩猎后斩杀秦问天的事情。最重要的是，青木山的掌教大人独孤星风对楚风非常的看重，哪怕楚风斩杀同门，他也是极力保护。如今的楚风不仅成为了青木山的第一弟子，更是成为了青木山掌教，独孤星风眼中的大红人，比起当初气势更盛。而这个消息对于身心观掌教来说，绝对就是晴天霹雳，让他无法接受，更是无法承受。看着那下瘫在地的身心观掌教，楚风发出了一声轻蔑的冷笑。借用天眼，他已经看穿了那信函的内容，所以他知道身心观掌教为什么吓成了这样。楚风小友，先前的确是我不对，你刚刚说的条件我都答应你，还望你千万不要与掌教大人提起此事。忽然，身心观掌教站起身来，擦拭掉了脸上的冷汗，随后在其老脸之上竟涌现出了无比殷勤的笑容。说话之间，他走向了司空摘星，并且自乾坤袋内取出不少宝物，全都放在了司空摘星的面前，一脸苦笑地说道：“司空兄，这是遗迹内剩余的5成宝藏，全在这里了，请笑纳。从明年开始，我会每年都给你进贡同等金额的贡品，用来孝敬您和楚风小友。”这一刻，司空摘星懵了，当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清头脑，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身心观掌教的态度怎么变化的这么快？不解之余，他抢过了那封信函，而看过之后，司空摘星也是脸色大变，再度看向楚风，目光变得异常复杂，因为他也没有想到楚风的进步会如此这么快。之前传来的消息，楚风还只是击败了白云霄等人，并且得到了白猿半帝的青睐，但是想不到现如今，楚风不仅击败了秦凌云与秦问天，还得到了独孤星风的青睐，这进展的也太快了，莫说身心观的人接受不了，哪怕是他也是有些接受不来了。楚风小友，若是没有什么事，我就先走了，你放心，我说的一定做到，您可千万不要向掌教大人提起此事，若是可以，还望你能向掌教大人为我美言几句。身心观掌教说完这番话，便准备离去，他简直是后悔死今日来到这里，现在真是连片刻都不想逗留。等一等，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开口阻止。怎么了，楚风小友，还有什么事吗？身心观掌教笑眯眯地问道。我想你是搞错了，我说让你每年进贡5成的贡品，是在你接到信函前，而现在你需要每年进贡10成的贡品。楚风说道。10成？你楚风你这是做得起价，欺人太甚。听得此话，身心观掌教真是又恨又气，哪怕他知道楚风身份超然，得罪不得，但却也接受不了了。每年进贡5成贡品已是他能做的极限，毕竟那遗迹宝藏的价值可是不低，可是10成，那可就完全超过了身心观能够承受的范围。连续进贡几年，他身心观必然落寞，最终走向破灭。楚风，这哪里是要补偿这么简单，这简直就要掏空他身心观，要让他身心观灭亡啊！我不妨告诉你，我就是坐地起价，就是欺人太甚。你可以选择拒绝，但后果自负。楚风一字一句地说出了这番话，他这话说得很是平静，可是眼中却散发着威胁的目光。我也劝你还是听楚风的，否则不用独孤星风出手，我就能灭了你身心观。就在这时，一个身影走了进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红强。你又是什么人，竟敢说出这种话？见到红强，身心观掌教更加心虚了，他能感受到红强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你不配知道我的名字。红强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反而是剑眉倒数之间散发出了自己的气息，半地巅峰的强者气息。刹那间，一股汹涌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身心观掌教以及众位长老直接掀翻在地，吹得他们连滚带爬，直接吹到了大殿之外。来到大殿之外，青木南陵的许多长老以及弟子都看到了这一幕，不仅看到了身心观掌教以及众位长老从大殿内硬生生地滚了出来，还看到他们如同死狗一般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这一幕可谓是让众人吃惊不已，震惊无比，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而事实上是，红强那可怕的威压只针对了参心观的人，所以在身心观的人感受到极为强大的威压之时，青木南陵的人却什么都感受不到。住手！这位大人，快住手！我答应楚风，我答应楚风的条件。身心观掌教妥协了，他不得不妥协，因为这样下去，他们会被红强的气息给活活压死。答应之后，红强才收回自己的威压，而身心观掌教也不怠慢，从自己的腰包内又掏出了与那5成宝藏价值相等的宝物，给了司空摘星，并且还答应每年都会拿这么多的贡品来孝敬青木南陵。做完这些后，身心观掌教连话都不说，便要离开。他真是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今日所发生的一切对他来说简直比噩梦还要可怕。然而就在身心观掌教刚要离开之际，楚风却是身形一纵，如同闪电一般
跃向了申星官掌教，并且探出手掌，对着申星官掌教的老脸便扇了过去。申星官掌教好歹也是3品半地，而楚风的修为不过是8品5王而已，所以他下意识的便向后一退，想要躲开楚风的攻击。可就在这时，楚风的浑身上下忽然雷霆闪烁，气息瞬间大涨，修为直接从8品5王提升到了1品半地。气息提升之后，楚风的速度也是提升数倍，比申星官掌教要快得多。此刻的申星官掌教只能眼睁睁看着楚风那有力的手掌向自己的老脸靠近，可却无法闪躲。最终的一声脆响，楚风这的巴掌不仅扇到了申星官掌教的脸上，更是直接将他扇翻在地，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血红色的手印。这个巴掌是提醒你要说到做到，否则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我楚风也会找到你。楚风冷冷地说道：不敢，不敢，我一定会说到做到。申星官掌教真心被吓傻了，他简直有种崩溃的感觉。楚风有独孤星风以及这位不知名的强者做靠山也就算了，他自身的实力竟然也强到了他无法抗衡的地步。此刻的申星官掌教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到了8辈子的血霉才相信了那个小道消息来刁难青木南陵，他后悔死了，可是却没有后悔药可吃，他只能认命，并且灰溜溜的离开，因为他害怕现在不离开，也许今日就会死在这里。现在的楚风要杀他，简直就像碾死一只小蚂蚁。申星官的人离开后，青木南陵的人还站在这里，他们一个个的目瞪口呆，别提多吃惊了。当年楚风刚来青木南陵的时候，被9品5王的韩晴雨追得四处乱逃，还险些因此丧命。可是如今的楚风竟然能够一击击败参星官的掌教，一位堂堂3品半地，这样的进步也着实太夸张了一些。要知道，算一算时日，自打当初楚风来到青木南陵，直到今日，不过过去了1年多的时间而已，还不到2年，不到2年的时间，楚风的修为提升到了这种地步，这着实太可怕了一些。此时此刻，所有青木南陵的人，包括司空摘星在内，看向楚风的目光都是复杂无比，那种目光根本就不像是在看一个人，而是在看一个神。楚风的修武天赋恐怖到了超乎他们的想象，在他们来看，楚风已经不是人，而是一个神。为了欢迎楚风以及洪强等人的到来，司空摘星本想设宴款待，可是楚风急着离开，便没有逗留，而是与司空摘星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以及交代好罗爷爷等人的事情后，便离开了。楚风等人离开之际，几乎青木南陵的所有人都来相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楚风可不是弟子，而是英雄，是他青木南陵所有人的骄傲与荣誉。百里大人，您说的对，我青木南陵会迎来一位伟大的强者，一个能够影响整个武之圣土的人物。而我想，当你您说的这个人已经出现了，他一定就是楚风。看着楚风3人消失的方向，司空摘星喃喃自语，在他苍老的脸上挂着2抹情绪，那是荣耀与自豪。界限能量的消失，为武之圣土带来了阵阵恐慌。所有接到这个消息的人，无论是大势力还是小势力，甚至是不输于任何势力者，都觉得这是一个不祥之兆。但界限能量的消失，却也带来了非常实际的好消息。武之圣土的所有远古传送阵几乎都是相同相连的，当初只因界限能量的阻隔，才不能覆盖整个武之圣土，所以当没有了界限能量的阻隔，人们便可以通过远古传送阵进行阵法传送，大大加快了赶路的速度，方便了交通。最重要的是，没了界限能量的干扰，远古传送阵中的速度竟然也大大的提高了。楚风3人通过远古传送阵自青木领域来到帝王领域，这期间跨过了多个领域，可是所用的时间只是短短几日，这若换作以往，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是不敢相信的事情。自远古传送阵中走出，楚风3人所身处的天地，便是武之圣土最为浩瀚、最为繁华的领域——帝王领域。帝王领域强大的势力太多，3府4族以及精灵王国不说，单说那些隐藏的势力，甚至一些低调的势力，都有着不弱于9世的实力。虽然武之圣土的武帝强者不多，但是在帝王领域其实也不少。至于这里为什么叫做帝王领域，乃是因为这里是武之圣土所有高手齐聚的地方，但却也是唯一能够称王称帝的地方。可是自从赤帝、寿帝、黄帝、恭帝、清帝等5位帝王分别纵横过帝王领域，统治过一个时代之后，至今万年已经过去，武之圣土虽然出现了不少武帝强者，甚至很多威名远播，拥有逆天之能，可还没有一个人敢自称为帝王。虽然没有帝王级的强者以天下无敌的姿态统治此处，但帝王领域依旧是帝王领域，这里给人的感觉就已是与众不同，那种压迫感他处没有，还真是热闹啊。楚风等人自传送阵中走出，发现他们在一片茫茫沙滩之上，这沙滩很美，沙子真的是金灿灿的，这里乃是真正的黄金沙滩。不过可惜，这黄金沙滩虽美，却是欣赏不到，因为这沙滩之上人山人海，人头涌动，全部都是修武者，并且普遍修为都不低，最弱的都是武王境，莫说天武境，连武君境的都看不到。甚至在那人海之中，楚风还隐隐间感受到了几道与洪强同样的气息者，半地巅峰。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那巨大的远古传送阵中还在源源不断的往外传送着身影，继续扩充这片拥挤的黄金海滩。帝王领域倒真是名不虚传。此刻就连向来沉默寡言的淡台雪也是忍不住不由发出了一声感叹。此刻的淡台雪戴上了她的白纱斗笠，虽然遮挡住了容颜，可那曼妙的身姿却依旧很美。这里我之前倒也来过，不过因为练兵仙人不轻易见客，所以这里以往倒是空旷的很。
今日能有这么多人齐聚此处，定是因为赐兵大会。看来赐兵大会这个消息多半是属实了。洪强也是感叹起来，因为周围的人群之中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赐兵大会。这么多人都为赐兵大会而来，练兵仙人打造得过来吗？淡台雪问道。放心吧，不用想，真正能够通过考验的人不会太多的。而我相信这些人也不是全为了兵器而来，一定有不少人是慕名而来，想借着这次机会见一见练兵仙人。洪强说道。为何这么多人全在沙滩上待着，已经拥挤成了这个样子，却没有人御空而行？淡台雪问道。这是对强者的尊重，也是帝王领域内心照不宣的一个规矩。而其实这是有一个典故的，那是在清帝的时代，也是一位伟大的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受无数人敬仰。可他却忽然隐世，留下了种种神话。忽然有一日，那位界灵师再度现身，在他的隐居之地举办了一场类似今日练兵仙人所举办的大会。据说那一日盛况空前，慕名而去的强者数不胜数。正因人数太多，人们不碍于拥挤，所以便御空而行，踏在了天空之上。而那位界灵师出现后，则是大开杀戒，斩杀了所有人御空而行之人。至于原因很是简单，乃因那些御空之人对他不敬。洪强讲述道。这因这点小事便大开杀戒，这也未免太霸道了一些吧？但台雪说道。的确是霸道了一些，但霸道也有霸道的资本。自那以后便流传下了一个规矩，凡是在隐士高人的地盘内，就不得御空而行，否则不只是不敬，还是挑战隐士高人的威严。所以哪怕如今这黄金沙滩早就人满为患，却也没有人敢御空而行，毕竟这里的主人可是练兵仙人。洪强解释道。洪强前辈，你可知道那练兵仙人究竟有多强？楚风好奇地问道。练兵仙人的修为在何境界？我不清楚，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胜过炎族老祖数倍不止。练兵仙人是武之圣徒，真正威名远播的大人物，顶尖的强者。给你举个例子吧，我听闻自这黄金沙滩到达仙人岛，要越过连绵9万里的滔天海域，而若是练兵仙人想动杀念，他根本不用离开仙人岛，坐在仙人岛内就能斩杀此处的所有人。洪强说道。竟然这么厉害，这也太强了吧！听得此话，就连楚风与淡台雪也是无法平静了。强者隔着遥远的距离杀人，那真心不是什么难事，可是隔着9万里的海域杀人，并且还是杀这么多人，其中还有如洪强这样半地巅峰的强者，那也未免太恐怖了一些。武帝本就强横，更何况是品阶极高之人。其实想一想，炎族老祖都能用战斗的余威斩杀千里众生，若是他有心杀人，斩杀方圆万里的人应该不难。所以这么对比的话，如练兵仙人这样的人物，在9万里外杀人也就不足为奇了。洪强说道。那倒也是。听到洪强的对比后，楚风与淡台雪倒也是能够接受了一些。而在听闻那些武帝的强大之时，楚风对武帝这个境界也是越发的向往，迫不及待的想要变强。快看，来了来了！果然出现了。然而就在这时，人海之中那靠近海岸的地方忽然传来阵阵惊呼，与此同时，那人海便全部向海岸奔跑而去，似是有大事发生。那是风暴。楚风等人虽然没有穿过人群，可是他天眼的目光却能够穿越人群，所以他看见那茫茫大海之上出现了一阵风暴，铺天盖地，如同一道直线一般，顺着那海岸线压迫而来的风暴，黑色的飓风之中夹带着红色的闪电，轰轰之响，异常骇人。而那黑色的飓风与红色的闪电也绝非平白无故的出现，他们在攻击人，攻击那些踏入大海之中想要赶往仙人岛的人，并且眼下也有不少人难以支撑，被那风暴的威势吓得跑了回来。而实力不足强行穿越者更是被当场击伤，甚至还有人发出惨叫，直接毙命，死在了众目睽睽之下，粉身碎骨，身形俱灭。那风暴是由阵法生成的，是人为的，并且攻击力不容小觑，寻常的半地都很难闯过，半地之下者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机会。闯过那风暴，这样的手段不可谓不强，不知道是不是练兵仙人的手段。但台雪说道。难怪这么多人聚集在黄金海岸，却不敢踏入大海之中，原来是害怕那风暴。楚风也是开口说道。然而就在众人看着那凶猛的风暴露出惊恐之容时，忽然有不少人冲向了那大海之中。这些人全部都是半地境的强者，甚至有3名老者，还是半地巅峰。他们应该都不是来自同一个势力的人，但眼下却有着同样的目标，护送着一群实力不济的小辈穿越那风暴，杀入仙人岛。不过哪怕进入大海，他们也没人敢御空而行，而是脚踏海浪而行。众人踏水而行，逆着大浪行走，头也不回地奔向那恐怖的风暴。此刻那一幕倒真有一种人与天斗的感觉，颇为壮观。楚风，我们也走吧。就在这时，洪强开口了。此刻的他竟难得的有点兴奋。好，走。而连洪强都兴奋了，楚风自然就更是兴奋。这么多的高手一起闯那风暴，想想就是一件爽快之事。决定之后，楚风3人便通过巧妙的身法，穿过层层人海，向那大海靠近。经过一番努力，楚风3人终于踏入了大海之中。可是刚刚踏入海中，楚风顿时瞳孔一缩，眼中涌现出了变化。这海中有着极大的压力，踏海而行简直步履艰辛，每迈出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正常来说，以楚风现在的本事，已经可以瞬息数里，千里的距离不过只是一小会功夫的事情。哪怕这海域有9万里，但楚风也用不了多久就能走过去。可是这海域的压力却让楚风等人无法发挥出应有的实力。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以楚风的实力来算，想要走过这海域，哪怕最快也要用上2日2夜，而且这个前提还是
不遇到任何麻烦的情况下。由此可以看出，这海中的压力有多恐怖。楚风，蛋台姑娘，让我带你们一程吧。忽然，红强说道：“有劳红强前辈了。”楚风与蛋台雪皆是点了点头。这种压力下，他与蛋台雪靠自己，确实要耗费不少时间与力气。但是有红强这位半地巅峰的在，则是要省上不少麻烦，并且在红强的带领下，楚风三人的整体速度的确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很快便进入了那风暴之中。此刻，楚风的四周尽是黑色的飓风，以及红色的闪电、飓风的嘶吼、闪电的雷鸣，在楚风的四面八方响彻不断，那等威势相当之骇人。还好有红强在，否则的话，哪怕楚风也绝对不可能如此轻松的在这风暴之中行走，必须小心翼翼。楚风，你看！忽然，蛋台雪目光看向后方，对楚风暗中传音，顺着蛋台雪的指引观看，楚风也是眼前一亮，他才发现，在他们的后方来了一大群人。那群人马不仅身着统一的服饰，而在他们的衣服上还印有特殊的标志。南宫地族，是南宫地族的人。南宫地族的人来了，他们总共有193人。相比于其他势力，这南宫地族可谓是大手笔。而这所谓的大手笔，不是人数的多少，而是实力的强弱。小一辈的年轻人几乎都是半地境，共有80人左右，而老一辈强者的人数竟然比小一辈的要多，总共有113位。最重要的是，其中如红强这样的半地巅峰就有足足20人，而一位头发有黑有白，不知真实年龄究竟多少，却有着一张中年脸孔的女子，竟是一位武帝。武帝强者都来了，不愧是南宫地族啊，也算是开了眼界。楚风淡淡的笑道：“为什么都说帝王领域强？”此刻的楚风刚刚来到帝王领域没多久，但却已经有了深刻的体验，因为这里的人就足够强。楚风，你看那个小女孩，她很厉害。但台雪用目光暗中又是一指，听得此话，楚风才注意到人群还真有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只有12岁，大眼睛晶莹剔透，小脸白里透红，明明还是个娃娃，却是有了几分出众的面容。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小女孩的修为乃是6品武王，小小年纪已是6品武王，这个修为简直是超乎想象。莫说是楚风，就连蛋台雪与她相比，都是顿时暗淡了不少。天才，真正的天才，这个小女孩才是真正的修武天才。准确来说，小女孩已不能仅用天才一词来形容，而应该加上妖孽2个字。这是一位妖孽，妖孽级的天才。什么叫做开眼界？这才是真正的开了眼界。楚风来到武之圣土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年纪便有如此修为的。而这一刻，楚风也是发现那位武帝级的中年女子一直紧跟着那小女孩，显然那个女孩才是他着重保护的对象。南宫地族的众人在那位武帝的带领下，速度很快，很快便追上了楚风等人。哥哥姐姐，你们撒谎，你们骗人！谁说只有半地才能通过这风暴的？你快看，那个哥哥不也不是半地，而是一位8品武王吗？而就在这时，那个小女孩则是指向楚风，以挑衅的语气与他身旁的一男一女说起话来。那一男一女的年龄倒是与楚风和蛋台雪很接近，算是南宫地族在场小辈中，除了那小女孩外，年龄最小的不过20出头，而其他所谓的小辈，要么是接近30岁，要么就已是30有余，甚至还有40岁的。不过这也没办法，毕竟在武之圣土这种地方，动辄就是活了几百岁，甚至几千岁的老家伙，所以严格来说，50以内的其实都可以算作小辈，并且还是标准的那种。而这一男一女长相都很是出众，长得不仅俊俏，并且还很有气质，非常不错的气质。修武者的面容可以改变，但是气质却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气质这东西有时候比长相还要重要。并且这一男一女的修为很强，尤其是那个男子竟比蛋台雪还强，乃是一位3品半地。这个年龄，这个修为，简直与东方地族的那位天才东方泽轩相差不多。想必眼前的这名男子在南宫地族之内，也是一位身份超然的天才。至于那名女子，修为则是偏弱，只有1品半地的修为。可是这也是与男子对比后才能显得弱了。若是正常来说，他的修为也是极为恐怖的，是少见的天才，是如今的9世之中都没有的天才。忽然间出现了这么多天才，楚风这8品武王的修为顿时显得渺小不堪，甚至是不堪对比。但是楚风却没有丝毫的自卑感，甚至连威胁感都没有。楚风很清楚，虽然自己的修为暂时没有他们强，但是不代表他的修为永远没有他们强大。对方是什么人？可是南宫地族的人，只要从小展露天赋，那么就几乎有着无穷无尽的修炼资源给他们。修为不强才奇怪。可是楚风呢？尽管天赋异禀，可是一路走来能有今天，几乎全靠自己的摸爬滚打。他可是从修武天赋普遍极弱，修炼资源普遍不多的九州大陆走出来的，所以就算对方的修为比楚风强，但是内心的磨练也绝对没有楚风强，对修武的感悟也绝对没有楚风强，日后的进步也就不可能有楚风强。对于目前的楚风来说，他几乎不会遇到瓶颈，缺的只是修武资源。若是有足够的资源，他的修为能够一口气就达到很是恐怖的地步。而事实上，楚风的进步已经非常恐怖了。从他来到武之圣土，到加入青木南陵，而后又加入青木山，在青木山历经了一系列的事情，并且四处奔走，看似很是忙碌，但其实用的时间还不到2年。可是，在不足2年的时间内，楚风的修为已经从8品武君成为了8品武王，这等进步速度才是真正的恐怖。这样的速度，换做南宫地族的这些所谓天才，显然也是做不到。更何况楚风还是靠他自己在无数凶险中得到的进步，所以楚风有着足够的自信，在未来的短时间内超越这些人。面对一些他即将超越的人，
楚风何来自卑可言？哥哥姐姐，你们快看，那个哥哥的确是8品武王啊！那小女孩见自己的2位哥哥姐姐不理自己，喊得更大声了。这一次几乎所有人都听见了，而那名男子倒也很是不错，发现楚风在看他们后，竟然微笑着冲楚风点了点头，丝毫没有天才的桀骜不驯，也没有身为地族的高高在上，态度很是和善。不过相比于那名男子，那名女子可就差了太多。她不仅鄙夷地看了楚风一眼，轻蔑地冷哼一声，还抓住小女孩，指着楚风说道：“小妹，你记住了，那个家伙就是一个反面教材。这里是什么人都能来的地方吗？半地之下者来这里，就是不自量力，以为有个半地巅峰保护他，就能安然踏入仙人岛。那他异想天开了，马上他就会知道，他想多了。在这里，半地巅峰都保护不了他，要靠的唯有自己。你一定要以他为鉴，踏踏实实的修武，千万不能因为自己天赋好就有所懈怠，否则搞不好等你到了他这个年纪，还无法成为半地，甚至连他都不如。”听着女子的那一番话后，楚风顿时有一种快要吐血的感觉。什么情况？自己这个在9世之中被誉为绝世奇才的存在，在他这里却成了反面教材。靠！那个老娘们说什么呢？什么搞不好？到了我这个年纪还无法成为半地？难道说我这个年纪都必须成为半地吗？要是我这个年纪都必须成为半地，那么此刻他身边那一群大叔级的家伙，怎么也才1品半地啊？难道说他们20出头成为半地，结果30几岁，甚至40几岁也都还是1品半地？这天赋也太异禀了吧！楚风忍不住暗中传音，对淡台雪吐起槽来。而听得楚风的话后，就连向来冷淡的淡台雪也是忍不住笑了出来。楚风如今的天眼更强了，所以能够穿透淡台雪那面纱，看到她此刻的容颜。此刻的淡台雪笑了，笑得非常之美，仿佛在渺无生机的沙漠之中看到了一朵正在盛开的雪莲花，那种心情已经不仅是美的享受了，简直令人心旷神怡。淡台雪似乎察觉到了自己的笑容被楚风所看到，并且还是直勾勾地看着自己，一时之间他有些不好意思，赶忙扭过头去：“小妹，听没听到我对你说的？你一定要引以为戒，知道吗？”就在这时，那女子的声音再度响起，她竟仍在拿楚风当反面教材来吓唬那个小女孩，全然不顾楚风此刻的感受。茉莉知道了，而那个小女孩则是故作乖巧的点了点头。可就在点头的一刹那，她却忽然对楚风眨了下眼睛，就像是在告诉楚风别因为她姐姐的话而生气一般，甚是可爱。这一刻，楚风也是冲着小女孩笑了笑，他笑不仅是因为小女孩的可爱，而是他本来就没有真的生气。楚风走到今天，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见过多少骄纵的小姐、嚣张的少爷，那些人哪一个不是桀骜不驯、目中无人之辈？若是每个人对他说这种话，楚风都生气，那楚风早就被活活气死了。所以楚风早就练就了一身气不到的本事，自然而然的也不会因为这位南宫家小姐的一番话而生气。至于先前楚风与淡台雪说那番话，其实他是故意的，他就是故意想逗淡台雪一笑，好借机看一看这个丫头笑起来究竟美不美，和白若晨比哪个更美一点。因为楚风觉得淡台雪与白若晨是一个类型的女孩，只不过淡台雪好像比白若晨还要冷艳一些，而先前淡台雪那嫣然一笑，楚风已经有了答案。尽管白若晨的笑很美，可淡台雪的笑却更美，那种美不是甜到人的心里，而是暖到人的心里。楚风，淡台姑娘，你们跟紧我。然而就在这时，红强的脸色却忽然变得凝重起来。与此同时，他双手一抓，便分别抓出楚风与淡台雪的胳膊，将楚风2人拽到了他的身旁，全都跟紧我，能否带你们闯进去，就看这一次了。而与此同时，那位南宫地族的5帝强者也是开口说话。这一刻，楚风发现那小女孩直接跳入了那5帝强者的怀中，就连那拿她当反面教材的嚣张女子眼中也是布满了不安与凝重，并且那位5帝强者的力量化作一层巨大的防御罩，笼罩了所有南宫地族之人。而楚风也早已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威胁正在靠近，往那斜袭来的方向一看，哪怕楚风也有心理准备，可是还是不由得心惊肉跳起来，不由自主地脱口说道：“我去，这有点夸张了吧？那席卷而来的飓风根本就不是普通的飓风，而是如同一道道黑色的镰刀一般，仿佛能够斩切一切。无数道这样的镰刀交织在一处，形成了铺天盖地的风墙，自那风暴中压迫而来。楚风能够亲眼看见前方之人，凡是落入那飓风之中，都顿时发出一声惨叫，进去多少人就发出多少道惨叫，看样子要来刺激的了。楚风忍不住感慨一声，因为眼下那飓风已经靠近，强大的吸力正在将他们吸入其中，就算此刻想逃也是没有机会了。终于在阵阵轰鸣声中，那恐怖的风墙席卷而来，楚风等人都被吸入了其中。刚刚进入其中，楚风便感受到了一股难以形容的吸力，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只无形大手一把抓住了他，要把他从红强的身边拽走。可恶，这是何等力量，我竟难以抵抗。而在这等吸力之下，红强那紧紧抓住楚风与淡台雪手腕的手掌也是无奈的放开，不是他想放开的，而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硬生生的把他的手掌掰开的。而那股力量之强，他根本无力反抗，最终红强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楚风与淡台雪被那飓风卷走，自己却是无能为力。大家镇定，这飓风只会将我们分开，不会真的伤害到我们。保护茉莉小姐，保护茉莉小姐！该死，我抓不到她！楚风在被那飓风卷走的同时，听到了南宫地族之人的阵阵呼喊声。仔细观望，楚风发现南宫地族的人也是与他们一样，都在那飓风中四下翻飞，就像无数枝断了弦的风筝，在龙卷风中翻滚。除了随波逐流，没有其他的办法。原来
不仅是红墙无法在这飓风中保护他与蛋台雪，就连那位堂堂5帝强者也是无法保护南宫地族的众人。由此可见，这飓风是多么的恐怖。看来这飓风只是将我们分开，并不打算伤害我们。楚风已经发现这飓风的恐怖，但却并没有太多的担忧，因为以这飓风的力量，若要伤害他们，怕是他们都活不了，就连那位南宫地族的5帝也不例外。可是现在他们都好好的，便说明这飓风根本就不打算伤害他们。也许就像南宫地族的人说的一样，这飓风只是要把他们分开而已。楚风意识到这一点后，便不再做任何挣扎，而是随波逐流。他唯一好奇的就是这飓风究竟是要将他带到哪里去。渐渐的，众人的呼喊声越来越小，甚至消失了好一会，周围除了那呼呼作响的风声，楚风听不到任何声音。楚风知道他与众人离得越来越远了，甚至不知相隔了多少里。终于，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也开始渐渐变小，与此同时，那股吸力也是渐渐变得小了起来。一切结束了，楚风自那风暴脱离而出，落在了海面之上，看着那渐渐远去的风暴，又看了一眼四下无人却巨浪滔天的海面，楚风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看来想登上这仙人岛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知道灵儿和小柔有没有来，他们两个还顺利吗？不会遇到危险吧？楚风知道他还在海域之上，并且应该没有前行多远，但却也不由得担心起紫菱与苏柔。虽然知道他们两个如今的修为都很强，可是楚风已经发现这里的一切可远远超乎想象。他知道那风暴只是第一道关卡，在这风暴后面等待他们的怕是还有其他难关，而能否通过那难关，就连楚风也不清楚。总之，楚风能够确定一件事，这看似简单的9万里海域，可没想象中那么好走。因为此刻，楚风发现这海面上的压力更大了，比海边的压力要大得多。在这种压力下，就算没有任何路障，让楚风一路前行，怕是2天2夜也无法走到那仙人岛。最主要的是，在这方天地，楚风的精神力也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哪怕动用天眼，但可是距离也是不高。身在这片海域，等于所有能力都被限制了。但这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在这海域上，有着许多连5帝强者都无能为力的力量存在，危机绝对是无处不在的。身在这样的海域之上，若是没有一定的胆量，绝对会恐怖无比。而就在这时，楚风下方的海水深处，忽然传来阵阵古怪的声音，那是水花翻腾的声音。尽管那声音很小，已被海面上的滔天海浪声所掩盖，但还是被警觉的楚风发现了。忽然，楚风脚下一动，施展出人净幻光诀，瞬息化作一道流光，向后倒退数米。而就在这时，在楚风先前所在的海域，忽然大浪滔天，一道磅礴的海浪冲天起。而与此同时，一只巨大的海怪也是出现在了楚风的面前。这是一只黑色的大螃蟹，但是与寻常螃蟹不同的是，它非常的巨大，高达10几米，有着4只铁钳，并且它具有1品半地的修为。不过好在，它的修为虽强，可是战力却很平常，没有逆天战力，所以对于楚风来说，也就没有那么棘手。果然，这片海域不平静啊！野号，该来的总会来。楚风说话间，取出了自己的半成地兵无尽之刃。在这样的海域，楚风不敢有所保留，他必须小心翼翼，并且使尽全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在一个人的情况下也能够走得更远。忽然，那螃蟹海怪血红色的双眼散发出浓烈的杀意，张开大嘴对楚风发出了一声怒吼，随后轮动着4只巨大的铁钳，便已向楚风发动攻击。别看他体型巨大，可毕竟是1品半地的修为，所他的攻击速度非常之快，几乎是瞬息而至，并且那铁钳的力量非同小可，若是被他夹到，再强的肉身怕也是要如豆腐一般被硬生生的夹成2段。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半月形的光刃在那螃蟹海怪的身上一闪而过，随后那螃蟹海怪便化作2段，竟被斩切开来。是楚风。楚风虽只是8品武王，可是真实战力却是能与2品半地争锋，更何况他还手握无尽之刃，使其战力再度提升。这区1品半地的海怪自然无法与他抗衡。然而就在楚风刚刚斩杀那海怪之后，那海怪的肉身竟然化作一缕金色的光芒，消失在了半空之中。这一刻，楚风顿时眼前一亮，随后说道：“这竟是阵法所化。”楚风吃惊不已，这螃蟹海怪出现在他的面前，栩栩如生。他真的以为这海怪是真正的生命体，但此刻他才发现，这海怪竟是阵法所化，并非真正的生命体。龙纹级黄袍界灵师的手段果然厉害，楚风忍不住赞叹起来。他现在几乎确定，这里的一切都是出自那位练兵仙人的手笔，因为除了那位龙纹级黄袍界灵师之外，不可能有人把阵法布置到这种程度，连楚风都看不出破绽。此刻，楚风越发的想要看一看那位练兵仙人了，只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他知道想登上仙人岛简直堪比登天。但管如何，楚风不会再次退缩，所以他选择了继续前行。姐姐，救我！这个家伙好可怕！小妹，别乱跑，你离得太远，我过不去。不跑不行啊！他追我，可是走了没有多远，楚风忽然听到阵阵呼喊声，那声音故意用了武力进行传播，所以传播距离非常远，他们是在呼救。而楚风更是听出来了，那声音是南宫地族的那个天才小女孩，以及那个说自己是反面教材的女子。还真是有缘啊！这么快就又遇到了，似乎遇到了什么麻烦。楚风听到这个声音，没有选择视而不见，而是快速的跑向了那声音传来的方向。如果只是那个女的，楚风可能会选择视而不见，但是既然有那个小女孩，楚风绝对不会选择无视。楚风最见不得的就是年龄小的，或者年龄老的受欺凌，或者遭遇危险。
而现在那小女孩的声音中具有惶恐，显然他们是遇到危险了。靠近之后，就如楚风所料，一只1品半地级的章鱼海兽正追着小女孩拼命地跑，张牙舞爪，发动致命攻击，甚至还不断地喷涂墨汁，而那墨汁乃是剧毒之物，连海水都被蒸发。小女孩若是被泼中，瞬息就会被炼化。而那小女孩虽然是6品武王，并且具有逆战3品的逆天战力，可是依然无法与这只1品半地级的海兽争锋。此刻她能做的只是拼命逃跑，还好她掌握着一种不错的劲武技，踏水而行，不仅健步如飞，更是非常敏锐。而这小女孩的感应力也是很好，能够预测到那章鱼海兽的攻击方位，提前闪躲。不过可惜，武王就是武王，没有达到半地的战力，根本无法与半地抗衡。就算能跑，也只是暂时的，早晚要被追上。现在这个小女孩就处于要被追上的阶段。楚风此刻能够听到那个南宫女子的呼喊声，但却看不到她的人。不用想，楚风也知道那个女子是被另外的海兽纠缠住了，所以没办法顾及小女孩。哥哥快跑！大章鱼不吃人，要杀人！就在这时，那小女孩也发现了楚风。可是发现楚风之后，那小女孩没有向楚风奔跑，反而冒着一定的危险，身形一转，跑向了另一边。这个小丫头看到这一幕，楚风反而心中一暖。他知道这个小女孩为什么这样做，他是怕这海兽伤害到楚风，所以故意引开了海兽。小小年纪却有这样的善心，这样的丫头值得救，必须救。想到此处，楚风的人尽幻光诀便连续施展而出。此刻的楚风就如同一缕白光，在这海平面跳跃奔腾。很快，楚风来到了那海兽近前，又是一跃，强大的力道连海水都是冲天而起，四下飞溅，此方天地顿时下起了连绵暴雨。而楚风如水中跃出的战神，来到那海兽的上方，手中的无尽之刃猛然一挥，只听的一声，那海兽连惨叫都未发出，便被斩切为了2段。哥哥，你好厉害！小女孩反应很是敏锐，楚风靠近，她也是看了过来，所以她亲眼看到了楚风以简单有效却又极为霸道的一道斩击，斩杀了那海兽。此刻小女孩跑向楚风，一双清澈的大眼睛中充满了崇拜之色，甚至还闪烁出了无数颗璀璨的小星星。小妹妹，你叫南宫茉莉？楚风问道。哥哥，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小女孩一脸惊奇，之前你曾说过一句，我知道了，所以我就猜你叫茉莉。楚风笑着说道。哥哥不仅厉害，还好聪明。小女孩对楚风的崇拜更深了。茉莉，茉莉。而就在这时，阵阵呼喊响起，很快的那名女子手提一把银光闪闪的弯刀，便踏浪而来，出现在了远处。而弯刀竟也是一把半成地兵，虽然与楚风手中的一样都是仿品，可那也是半成地兵。只是这一眼，楚风就知道了南宫地族的底蕴有多深厚。你救了我的小妹。那女子倒也不傻，靠近之后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也是猜到了是楚风救的小女孩，但她的目光不但没有感激，并且也并不和善。